我叫江扶摇。我很早就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一本书衍生出来的，既有像我一样苦难缠身等待拯救的小角色，也有像陆星那样满身光环被无比眷顾的男主角。他长得好看，家里有钱，吃喝玩乐天天翘课，但是次次年级第一，人们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，其中不乏自称攻略者的女孩们。是的，我知道攻略者，他们总是在无人的转角跟奇怪的电子音说话，完成跟陆星一个又一个相遇的任务后，又在爱到无法自拔时被抛弃。这是陆星的恶趣味。求你别离开我！不就是个任务吗？要死要活。陆星，你知道？不然呢？耍着我玩是不是还挺有成就感？狗屁男主，这个世界都不是真的，滚开！你没事吧？想不到我还有被 NPC 可怜的一天，太好笑了。小丫头，我任务失败最多就是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人。你只是个无足轻重、衬托主角的小角色，真倒霉。然后那天我的兼职迟到了，被老板扣了半天的工资，饿了一天。高2分班那会儿，陆星跟我同班了，开学第一天他就迟到，刚好只剩下我旁边的空位。班里的女孩都在窃窃私语，议论他帅气的脸，又频频瞄向我，羡慕我简陋。这次派来的攻略女质量这么差吗？走出可怜风，也要拾到吧。彼时我穿着发白起毛的衣服，营养不良导致面黄肌瘦，头发枯黄，实在是算不得好看。抄课堂笔记1节课3元，带作业一次1科3元，以上服务打包，周收费50元，月收费300元，有需要吗？不知道是我的面容太过诚恳，还是他真的需要这个服务。从来没见过这个阵仗的陆星，满脸抽搐的选择了包月套餐。我并不关心世界的真相，我只在乎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。靠着陆星的预付金，我去市场进货了一批文具，稍微加价一些拿回班里卖，小赚了一笔。白痴！我确认你不是攻略女，你就是这世界里一个白痴的 NPC。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陆星，你渴不渴？小卖部挺远的，要不我帮你买瓶水吧，跑腿费3块钱。满脑子都是屎。没几天。他故意跟你套近乎，看不出来吗？茉莉，你都流汗了，肯定很渴很累吧？我这里茉莉花茶、巧克力棒、果冻、辣条都有，小卖部挺远的，你可以直接跟我买。刚好我第一天来，请大家吃一下零食吧。我乐呵呵的收好票子，帮他一起给大家派吃的。当然，陆星收到的最多，茉莉红着脸给他倒了半个书包。江扶摇，你也太厚脸皮了吧！江妈妈说，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不丢人。叫你妈为什么还加个姓？你很多个妈妈。是呀，江妈妈是我们福利院的院长，我们福利院的老师都是妈妈，还有刘妈妈、李妈妈、张妈妈。我真该死啊！高中的学习生活，凭着好人缘，在班上卖零食跟文具赚的差价，已经能赶上校外兼职的钱。我辞去了校外兼职，跟班主任争取到了食堂勤工俭学的位置，只需要早午晚餐去帮忙摆餐打饭，就可以包餐，这样可以节省更多时间看书。你考不到第一的，就算我整个学期书本里一个字都不看，这第一也只能是我的，你不觉得讽刺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不喜欢脑袋空空的感觉。比如你知道时间锚点吗？陆星用看怪物的样子看着我，最终选择了闭嘴。从那天开始，陆星就很少逃课了。茉莉一如既往的喜欢装出天真浪漫的少女样子，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。为什么我非要说他是装的呢？因为我好几次看到他攒起又放下的拳头，而我是那个坐收渔翁之利的幕后资本家。因为茉莉家境很好，她总会高价买我的零食，分给班上的同学，但实际上都是想给陆星。还有类似于茉莉贿赂我，想在晚自习跟我换座位，陆星出双倍价钱不给我换之类的。这钱真没良心啊！你脸要笑烂了。谢谢老板照顾，老板发财。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突然又出现了新的攻略女那天。新的攻略女是坐在陆星的摩托车后借来的学校，听说是隔壁班新来的转学生，一来就被封成了校花。
茉莉坐在前面，看着教室门口对着陆星巧笑嫣然的校花，差点咬碎了钢牙。课间，同等楼女卫生间人满为患，我跑去了顶楼的卫生间。结果刚洗完手出来，就在楼梯间遇见了拉扯的两人。不行，我是不是做的不好？我可以改的，你能不能试着喜欢我？没什么不好，你们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，那就不能怪我喜新厌旧了。不过，麻烦你告诉你背后的那个家伙，我有兴趣就跟你们玩玩，但我确实厌烦了这种无聊的攻略游戏。我叹了口气，正犹豫着是站出来安慰他还是离开时，突然听到茉莉开口了，语气里是前所未有的冷淡。系统，我的任务都还没完成，你们就默认放弃了我派新人来。男主觉醒是你们管理不善的锅，为什么是攻略者承担？我心下一惊，毕竟现在楼梯间明明只有茉莉自己在。宿主攻略进度慢，系统综合评估成功率过低，已指派新人。因宿主前一次攻略失败，积分已清零。如放弃此次任务，宿主将没有足够积分返回系统空间，您将永久滞留在任务世界。请宿主确认是否放弃。所以，你们从来就没想过让我回家？抽离了，他妈的狗系统！太累了，一个任务又一个任务，什么时候到头？究竟哪里是真实，哪里是虚幻，我自己也分不清了。不要做傻事！连 NPC 都可怜我了。是，我只是无名小卒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跟无良的命运杠不敌。我小时候经历过一次大洪水，爸妈跟家都没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生死是个很严肃的事儿。张妈妈带我回福利院的时候说过，如果上天都没拿走你的生命，那出于对他的尊重，最起码得吃顿好的，睡个好觉，沐浴一下阳光，细细考量考量。我不知道那个系统是什么东西，以我目前的知识和想力来说，也许它是高一维的科技世界。他们仗着自己的科技水平，肆意的摆弄我们的命运，只为了演出一场完美的戏。但我不想认命，陪我一起好吗？学习知识，推动科技发展，总会找到办法的。生死的决定权已经在你手上，但是未来也在你手上，相信我，会实现的。茉莉被我从天台上劝了下来。江扶摇，你怎么这么敌友不分啊？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共情是死路一条。你这样我会怀疑你只是心虚，怕自己的主角光环跑掉了。别的不说，江扶摇，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哪怕是我死，这个主角身份也没拿下来过。没错，你一直纠结于真假，却没有实际创造出什么，只会怨天尤人罢了。被逼着热脸贴冷屁股这么久，突然看见你摁着他锤一波的感觉真好，你是我永远的姐。我只当这个是小插曲，毕竟我有了新的忙活。很快就临近圣诞节，我又进货了一些苹果和精美的包装纸。就这样，凭着精致的设计包装，不只是自己班的，连隔壁班的同学都来抢购，直接给卖脱销了，甚至变成了预售。我喜滋滋的去银行汇钱，最近小赚一笔，今年给江妈查身体的钱有了。圣诞那天刚好是校庆，还会有晚会，索性再进货了一些漂亮的头饰贴纸，搭配售卖圣诞套餐。你果然是个商业鬼才，为了未来成为主宰商业帝国总裁，我可是早早就在练习了。茉莉同学，你要加把劲儿啊！病不如使命。了解过后才知道茉莉是个洒脱的人，那天一系列事想通了之后，她就甩开膀子筹划未来了。居然是消失了好一阵子的陆星，不是，你这恍然大悟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，江扶摇，你是伪装成 NPC 的攻略者是吗？
这倒是有点意思。我很怀疑，作者写男主角的时候都不打算给他的智商添上几笔吗？看着自以为挖到真相的陆星，得意洋洋地坐在旁边。我允许你今晚跟我一起放学回家。谢谢，我是住校生。我骑摩托送你回来。你未满18岁，无证驾驶出车祸全责，没人给我赔钱。女人，你在玩欲擒故纵。是的，我新进货的核桃包纳礼包打折250元，便宜给你。微信现金还是支付宝？6。在我娴熟的4两拨金元技术下，陆星节节退败，但是他突然铁了心想要证明我是爱他的。这些只是我引起他注意的把戏，开始各种骚操作，包括不列于上课我看黑板他看我，双倍价格买下我的所有货物，去食堂蹲我吃饭，送花送玩舞送巧克力等。就这么开心吗？是的，我很开心。废话，每一份礼物转手8折卖出去，我血赚好不好？简直是财神来到我家门啊！盖茨比当年都没你牛吧？谢谢，不过那位应该是叫比尔盖茨。很快就到了圣诞节那天，茉莉报了节目，一袭白裙站在台上弹钢琴，她一头茂密的长发被我编成了麻花辫，温柔地垂在右胸前。在灯光下，她像是一朵绽放的茉莉，圣洁又美丽。刚兼职卖完烤红薯的我，被小卖部的阿叔还随手塞了一小袋子。茉莉似乎看到了我，远远朝着我行了个淑女的屈膝礼。我乐呵呵地笑着，举着红薯给她送了好几个飞吻。江扶摇，你真的好奇怪。闭嘴是男人最好的医美，是个番薯塞住吧你。一点都不可爱。音乐还有大家的欢呼声一起响起，后面说什么我倒是有些听不清了。如果日子一直都这么好过，这么幸福就好了。但是命运的转轮开始疯狂滚动了。怎么了，张妈妈？姚院长他快不行了，你快回来！陆星打电话叫了家里的司机，送我去市里的人民医院。江妈妈死了，在去市里募集款项的路上，因为要救横穿马路的小孩，被撞飞了20多米，内脏都破裂了。我百般考虑，年年攒钱逼着他去体检，就怕病痛找上他。但不是病痛，是意外。听说本来他还想来省高中看看让他骄傲的姑娘江扶摇。葬礼结束了好些天，江扶摇，你不要忘了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要太过真情实感，这都是一场戏，作者笔下的戏。可是我5岁那年，爸妈被洪水冲走，是江妈妈扑上来救的我。她收养了100多名像我这样的孤女，供我们吃穿，供我们读书，教我们成人。陆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福利院里最大的孩子，也是唯一一个考上省重点高中的孩子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挣很多钱报答他。可是他说没有关系的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江扶摇已经飞出去了，就不要回头，不要被绊住脚。我活在这里，真实的经受着苦难。真实的被爱和失去爱，它怎么就不是真实呢？我从不在真实与否，我只是唾弃命运的戏弄。我依然开足马力，继续投入我的赚钱事业跟学习中去。一切都没变，又好像一切都变了。升入高3，时间越来越紧张，天气也越来越冷。今天的教室我也是第一个到的，站在走廊，我哆嗦地呼着白气背单词短语。睡的时间太少，只有这样能让我更清醒些。江扶摇，冻死你！别我还没找到回去的方法，你先没了。嘿嘿，知道了，吹着冷风，头脑清醒，好背书。那也不能站风口啊，往后挪挪。我不管你了，冷死了，记得吃早餐。不要太着急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会找到方法的，未来在我们手里。我知道的。陆
陆星突然也开始发奋读书了，虽然攻略女们还是一直络绎不绝的出现。看着这个周末，我想请你参加我的生日聚花。我之前也这样吗？没有错呢，阿七。有时候会遇见不太聪明的攻略者，看见我和陆星同桌，非要明里暗里来敲打教打我。所幸我顺水推舟换了位置，跟茉莉同桌。换位置那天，陆星只是目光沉沉看着我，没有像以前那样叫嚣双倍价钱要我留下。在我租来的小房子都喝醉了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迈出了第一步，才发现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嘛。江扶摇，谢谢你，还有，你还好好在这里，真好。结束后，我默默拎着收拾好的一大袋垃圾下楼。我突然感到口中一丝腥甜，喉咙间割出了一大口血。这一次，我死在了24岁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实际循环了多少次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个很笨的人。毕竟山里的教育资源太过糟糕，我浑浑噩噩读不下书，跟着村子里的人出来打工。那时我唯一的想法，就是挣点钱，回去可以给福利院的妹妹补一下营养。您好，需要擦鞋吗？运动鞋也可以保养的，10块钱一双。客人，不好意思，您好像可以不用擦。NPC 都这么憨吗？你擦吧。你一直都活得这么卖力吗？不卖力活不下去的。但这个世界只是一本小说，你只是一个小配角，不用活得这么卖力。你费尽心思得到的一切，就像泡沫，漂浮又易碎。今晚福利院的妹妹们能吃点肉了。回去福利院的晚上，陆星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转。如果这个世界是假的怎么办？只要你认为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对于世界的定义不应该在别人嘴里，而是在自己心上。就好像我爱你，爱山里饱受苦难的孩子们，爱是真实的。那时我就在想，就跟村长非说村里的地没有女娃的份儿一样，所谓世界的规则一直在强者的手里，所以我有意识的在每一次循环里都发奋读书。我不确定每一次循环都一定能记得所有的知识，但是我要把知识刻进潜意识里，刻进血液里，基因里。大概是因为无足轻重，我在13岁、15岁、18岁时都死过，我只能小心翼翼，规避风险，保护自己。大概是第5次循环，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，我又看到了陆星，但是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我
我时常看见女孩子与他纠缠，看着他从一开始的愤世嫉俗到玩世不忠、破罐子破摔，而我依旧在努力地往上爬，努力延长自己的生命。在不知道第几次循环里，我活到了30岁，打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大力资助的科研项目下，终于运算出了世界上第一个 AI 微生物自寻系统。成果出来的那天，江妈妈病倒了，胰腺癌。我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发生了连环车祸，死了。命运在惩罚我的自作聪明，但我知道，他慌了。他的 NPC 开始脱离了控制。这个时，我用了一些计策找上了陆星。世界的规则和气运是围绕主角制定，远离主角的地方就只剩苦难。如果连掺和进主角团的光环中都不能改变我必死的结局，那研发出来的那套系统也许就是关键。我努力攒钱，每年给江妈妈检查身体，但是命运依然发出了警告。她确实慌了，世界是站在我这边的。我似乎睡了很久，这一次循环等待的时间前所未有的久。上一世的项目虽然我是表面上的主导者，但是陆星跟茉莉都是核心成员，我们站在不同阵营，但是有同样的目标，他们肯定会发现我留下来的线索，顺着这条线往下挖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所以，我们的选择是一样的吗？我浑浑噩噩在黑暗中浮沉。关闭033号任务位面连接，系统空间受到033号任务位面攻击，紧急弹出，解除033号攻击定位接口，解除。我以后不是男主，但是你可以成为女主。快回来！江扶摇，你别装死，我还没找到回家的路，你说会陪我的。福利院的妹妹妈妈们都很想你，你不挣钱之后，他们大半个月没有吃过肉了。咱们感情一般般，我可不会帮你的。那不行，是感觉一片白茫茫。我这是重生到哪儿了？病房。这一次没有再循环。都结束了，欢迎回来，江扶摇。欢迎回来，江飞扬。没死都要被你们压死。是，我回来了。我有问过陆星，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，为什么这么愤世嫉俗？彼时位面空间定位项目刚刚开启，茉莉还没回家，又到了3人组月度聚会的时间。姑娘们很漂亮，但是我也不想当种马呀。谁知道现在反而单身到底了，气死我！你还记得吗？高中那会儿，他拽得像个250一样，站在门口对你说：“女人，你在。”欲擒故纵。我当时差点憋笑没憋得撅过去。你当初还不是拽着我的起脚，娇滴滴的说过：“哥哥，我哪里错了，我改，我就是太爱你了。”咦，你恶不恶心啊？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没有被摁住脊梁骨低头的爱情，没有刻意的苦难。他们从24岁等我到了34岁，崭新的世界真好。要说循环那么多次，我一点也没喜欢过谁，这肯定是假话。我有意识开始的第一次循环，喜欢过一个攻略女，她突然来到身边，没有缘由的倾其所有对我好。谢头你可以啊，这个男主挺傻的，这3000积分花的值。您不是说要休息吗？这个世界是中转站。那时我满心欢喜，却在婚礼那天，在休息室听到他在无人处冷笑着。那很没意思哎，我不喜欢这种小天文世界。要不你改造一下，成为霸总吧，带感。可以的，不过这需要一点时间。田文男主气运不够，要吸纳其他人的气运才能改造。行吧，反正我积分多得很，
改造需要多少，直接刷就行。原来，这精心编织的幸福，不过是他积分账户里的一笔小小支出。原来，我满心欢喜以为的命中注定，不过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休息中转。原来，我存在的意义，只是为了满足他一时兴起的待改。当时我觉得这只是他的恶作剧，像是情侣之间的小情调。但是改变已经以我无法阻挡的方式发生了。陆家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工薪家庭，一夜之间跳跃阶层，成立了陆氏集团。我看着眼前每日上亿的银行流水，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都是糖衣炮弹。那是我每天心里都是念的这句话，但是我不可避免地沦陷了。然后又过了半个月，我又听到他跟电子音说：“霸总好常规哦，不是很好玩。那你想怎么玩？改成 BL 吧，我死对，然后重新穿一个混美大叔吧。”反正我是疯了，发现身边真的出现一个络腮胡大叔那天，我慌不择路，从楼上摔下来，嘎了，然后我又重生了。大概是系统给我吸纳了太多气运，导致我很多时候的拒不配合，系统似乎奈何不了我。但是世界需要女主角，所以他开始频繁换人，然后我就开始了被一堆攻略女围攻堵截的道路。因为一直逃不掉这个该死的循环，我摆烂了很久，直到看见在人来人往往的街头摆摊擦鞋的江扶摇。如果是没什么钱的老人家带着孙子来补鞋，他会默默地打个折，抹个零。要是遇上蹬鼻子上脸胡搅蛮缠的人，他能举着他的小板凳跟人干架。在质疑这个世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是许久未见的鲜活的人。我突然有一些恶劣的想法，比如告诉他真相，但是我失败了。江回瑶没有质疑，没有嘲笑，只是认真地回复我，他只是想努力活下去。我们的世界线大概不在一处，只是那一次短暂的相遇后，我就忘记了这件事。所以再次重逢时，我确实没认出来他。同桌这个位置一直是攻略女非常喜欢采取套近乎的手段，直到她开始热情推销，那张又憨又真诚的脸才跟很久以前擦鞋的姑娘重叠起来。她依然鲜活又努力地活着，我的话依然没能对她有什么影响。她还跟那个叫茉莉的攻略女成了朋友，我讽刺她认不清敌我，结果还被回对了。明明我才认识她更久那个，为什么她连吃红薯都这么可爱？我被拿捏了。江妈妈的死对江扶摇的打击太大了，她像是突然就枯萎了。我本来想关心，但是到嘴边的话又变了味儿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江扶摇的愤慨、不甘和我偏要斗一斗的野心，看到了她抽屉里的编码书、平行宇宙理论，我突然也不想逃避了。狗屁系统，狗屁命运，干他丫的！高考结束那天，我突然想起在不知道第几次循环里，在报纸里见过江扶摇这个名字，似乎是大型连环车祸现场。我吓得盯了江扶摇好多天，还好没事，但是偶尔又忍不住悲观的想，是江妈妈帮他挡住的这一劫吗？算了，都是我在发疯，别把他又弄哭了。循环系统研究成功那天，我是真的看到了希望。那天我喝得烂醉，可是江扶摇从楼梯摔下去那一刻，我却陡然清醒了。不可以，江扶摇不能死！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愿望，哪怕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宣告了脑死亡，我也没信。他一直有着微弱的呼吸，但我和茉莉都相信他会醒来。1个月不行就1年，1年不行就10年，我们都养得起他。我们在实验项目的底层代码找到了他遗留的线索，我真正意义上发挥了男主角的作用，占用着世界的气运，那就应该保护这个世界。随着实验的深入，系统逐渐无法抗衡，只能被迫退出。整整10年，我们斗争了10年，才把江凤阳被禁锢的意识找回来。欢迎回来，亲爱的姑娘。把这批细胞样本交出来，这个实验室现在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江扶摇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是国家级研究院，不是你的私人公司。我是这个生物定位项目的总负资人，这里的设备是我买的，资金是我投的。我让你把手放下。这批样本的数据出现严重违规，院里下达了最高指令，必须立刻封存带走。你出钱也没用。哼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一个商人，无权干涉科研行政。我不讲规矩，我只讲钱。江扶摇，你少拿钱压我，这次是上头的意思。这样本关系到重大安全隐患，你拦不住我。
保安队，立刻来3楼生物实验室，有人阻碍执行公务，带上防爆装备。通知财务部，10分钟内撤销对生物科学研究院的所有赞助资金，冻结3组的所有实验账户，同时把刘建国私下倒卖实验器材、虚报耗材价格的账单，直接发给他的顶头上司李院长。你吓唬谁？那些账本我都销毁了，你少在这里岔我！把他拉开，保护样本，出了事我负责。来，负责。刘建国，你马上给我滚出实验室！江总撤资了，你的烂账全发到我邮箱了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滚！江总，我只是按流程办事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滚出去！江扶摇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这是一份普通的活系细胞培养样本，我刚才在做常规检测，我在这份样本里检测到了一段异常的基因编码序列。异常在哪里？这是排异试剂，如果样本属于这个世界，试剂会变成透明。这段序列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，系统被我们驱逐，已经过去整整12年了。12年前，我和陆星、茉莉联手，利用 AI 微生物咨询系统摧毁了系统的监控。这个世界的壁垒变薄，偶尔会出现一些数据残响，那些都是已经消亡的碎片，但真正的外来活体数据，12年来从未出现过。你怎么确定它不是普通的突变？因为我提取了它的 DNA， 做了比对。左边是样本里的异常序列，右边是我的 DNA。如果这是系统残留的清算协议，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激活，必然是因为位面壁垒出现了薄弱弱点。这个坐标如果是传送锚点，启动它绝对需要媒介，而茉莉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携带外源基因的活体钥匙。我预判到了极大的风险，如果毁掉这份样本，或许能切断联系，但我放弃了这个选项，因为我看到了茉莉的眼神。茉莉是前攻略者，她是被系统抛弃在这个世界的，她的基因带着她原本世界的标记，现在出现了一段和她几乎一模一样的基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有东西从我的家乡过来了，或者系统在试图联系我。我花了1个小时解开了这段序列末尾的加密封锁。这是一个空间坐标，一个精准定位的传送锚点。它指向哪里？不知道，但我体内的接口碎片有反应了。那是当年系统强制抽离时留下的物理残片，此刻那块印记正在微微发热，颜色变成了刺眼的暗红，这可能是一陷阱，系统撤退时留下的清算协议。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他赶走，我知道，但我必须查清楚。我一直想知道，我的家乡到底是真的存在，还是系统为了培养我植入的预设背景？陆星马上过来。他在指路。快，坐标！把坐标传给我。先吃点东西，
没空，这东西的加密逻辑很古怪。12年了，陆星不再是那个靠系统给气运的男主，他现在是用代码构建世界规则的程序员。他放弃了利用残存气运去掌控商业帝国的捷径，选择了最枯燥的底层逻辑重构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把世界的源代码握在自己手中，才不会再次沦为系统的提线傀儡。破开了。这是哪里？这不是物理坐标，这是空间折叠坐标。它不在我们的正常空间里，它在033号位面的壁垒内侧一个空间褶皱里。等撤出时应该切断了所有的通道，这个锚点没有关闭，它被隐藏了。理论上不可能有未关闭的锚点。怎么了？夹层里有数据活动，那里面有东西在呼吸。陆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还能感知到底层代码的人。系统撤退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传送门，他留下了一个活的生物，或者说一个看守者。系统12年没动静，偏偏在壁垒变薄的时候抛出带茉莉基因的诱饵。如果这是一个陷阱，我们进去就会被一网打尽。如果立刻毁掉这份样本，切断一切联系，我们就能继续安全地活在这个世界。但我放弃了毁掉样本的选项，因为我答应过茉莉，我会陪着她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这是实验室的紧急切断开关，一旦拉下，整个实验室的电源会瞬间切断。强行断电可能会让茉莉的意识受到冲击，但不拉断，她可能会被系统直接吞噬。测试通讯，听得到。好，我会用我的气运代码维持频率，每30秒向我汇报一次生命体征。描述周围环境，一片废墟，很暗，没有太阳，天上有一个月亮，裂成了2半。它的坐标在移动，数据聊很乱。我看到半个学校的草场，草场旁边是一座石头城堡的废墟，它们拼在一起，接缝处全是黑色的乱码。继续走，注意红点坐标的位置。体态正常。这里有很多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封信，粉色的信封，没有送出去。一件婚纱，上面全是血，还有一把剑，断成了2截。这些东西上都有编号，不是我的编号，是其他人的。这是系统处理失败者的木棉，那些没有完成任务的攻略者，被系统抛弃的人，他们的痕迹被扔在了这里。茉莉也是被抛弃的，她现在走在同类的坟墓上。别看那些，我知道，盯着你的目标，拿到坐标信息就退出来。距离目标还有10米。前面的空间扭曲了，我看到一面镜子，很大，悬浮在半空中。不要靠近镜子，退后。我没有动，是他在靠近我。切断连接，底层代码在反向入侵。江扶摇，镜子里有人，不是我。他在笑。欢迎回来，编号 M0372。你的休假结束了。我切进去了。M0372，我是你的引导员。你滞留的太久了，系统已启动回收程序。在钙化之前，我需要为你进行最终的信息校准。你是残响，系统12年前就被赶走了，你只是一段废弃的代码。这不是废弃代码，这是你的出厂设定。你需要确认你的完整档案，才能顺利归档。闭嘴，这是假的。我有家，我记得我父母的样子，我记得我家院子里的茉莉花，我6岁那年骑自行车摔倒，左边膝盖上有一道月牙形的疤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你记忆里的每一种情绪，每一次感动，每一次对家乡的渴望，都是系统为了提高你的任务成功率，精准注入的参数。你没有家乡，你是在培训的培养点里由代码和生物数据合成的工具。你从来就不是真的。骗人！我要回家。茉莉，别听他的。指示灯是红色的，音频通道是单向的，我们只能听，不能说。您不需要回家，因为没有家可以回，但您可以回到培育空间，重新国式化，开始新的任务，这才是您被设计好的用途。请确认归档。
你的创造者在等你，确认归昂，清除入语数数据，你就能回到原点。音频通道强行打通了，只有10秒，快说！茉莉，管它真的假的，你哭的时候眼泪是咸的，你吃辣条被辣哭的时候鼻涕是真的，你在天台上被我拽回来的时候心跳180是真的。这些不在任何档案里，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。你说我的过去是假的，也许吧。但我这12年的每一天，你的档案里没有，你的模板里算不出来。我不需要回到你的肥育空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家了。在033号位面，有人在等我回去喝茉莉花茶。非授权人格觉醒，触发强制回收协议。跟我们一起归档。行，在。准备接入 AI 微生物自驱系统。夹层空间是封闭的死数据环境，自群系统需要庞大的算力强行冲开通道。助理，江总，立刻切断集团旗下所有非必要业务的服务器连接，把华北、华南、华东3个核心数据中心的全部算力集中到0号端口。江总，这会导致集团每天损失上千万。执行。警告：检测到未授权的生态演化，强制回收协议中断。就是现在！你们为什么不按照设定？他在逆向传输数据。他把自己的底层权限开放给了残响。等一下，我回来了。